居住在日本冲绳县西表岛的岛民们几乎都知道，岛上住着一个怪人。他与妻子离异，拒绝与4个女儿常年生活在一起，离开了家人，也放弃了舒适的现代化生活，反而选择独自一人居住在无电无燃气的海岛密林深处。这一住就是18余年。这位日本版鲁滨逊常年衣不蔽体，地里有啥吃啥，生活用品全靠天赐，也就是等海浪将漂流物送来。他将漂流物一一收集来堆满住处，环境乱的仿佛置身垃圾场。漂流物中有各种酱油瓶子、酒瓶，他也不管是否过期，直接用黢黑的手指蘸着吃。除此之外，他还得面对台风侵袭、缺衣少食、满地乱窜的蝎子、满屋的蚊虫，在夜晚睡觉时听着海浪一遍一遍地拍打着海岸的嘈杂声。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没苦硬吃的典范，精神不正常。那么这个怪人到底为什么要独居在海岛之上呢？这位日本老人叫做饭岛敏久，1950年出生，已然是古稀之年。都到了这个年纪，明明该是沉稳持重的老年人，而饭岛敏久却叛逆的像年轻人。他在2001年51岁的时候来到西表岛，见到这座岛的第一眼就决定了，他要在此定居，直至离世。说来也巧合，饭岛敏久姓氏带着岛字，那么岛成为他的人生归宿，似乎也合情合理。西表岛到底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让饭岛如此痴迷，以至于抛家弃女也要独居在此呢？西表岛是日本八重山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它的行政区划属于冲绳县。虽然面积仅次于冲绳本岛，但也有289平方公里，差不多是4个香港岛这么大。西表岛上森林覆盖率高达 90%， 有很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岛上的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中，而海边则拥有大片的红树林，浅海有珊瑚礁，为鸟类、两栖类、鱼类动物提供了完美的生态系统。但西表岛并不是《鲁滨逊漂流记》中人迹罕至的荒岛，相反，西表岛上居住着2000多岛民。在政府的支持下，岛民们利用西表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在岛上兴建了西表石原国立公园，每年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0万游客。游客来这里参观热带雨林、红树林、珊瑚礁，乘坐岛上的水牛车，有水牛拉车在浅滩上悠然漫步。游客还可以潜水、划船、钓鱼、露营，尽情享受西表岛的纯粹自然风情。西表岛环境优美，动植物勃勃生机，再加上是旅游胜地，不是荒凉隔绝人烟的孤岛。那么，选择这里当做养老地的饭岛敏久还是很明智的。然而，饭岛根本不与当地的岛民一块居住，反而是跑到了西表岛的另一头，岛民平时根本不会去的密林里当起了原始人。久而久之，岛民们都知道了饭岛的光荣事迹，便将这件事当作谈资告诉了来旅游的游客。2013年时，西表岛上居住着日本鲁滨逊的事情一下子就传开了，于是不少电视台和游客都纷纷前往西表岛一探究竟。要想找到饭岛敏久，需要进行一番跋山涉水，首先得登陆上冲绳县石原岛，再从石原岛坐40分钟船来到西表岛。饭岛敏久住在西表岛东边的原始森林里，所以还得进入森林深处。森林里植被茂盛，不仅有比人高的苏铁树，还有隐天蔽日的大叶榕，宽大的叶子层层重叠，让人明明感觉到顶头的阳光很烈，但在树下却觉得昏暗。在森林至少徒步2个小时后，才会发现一些有人居住的痕迹，四散的塑料瓶，一堆摞起来的木材，几块塑料布，沿着这些痕迹直直穿过森林，来到一片海滩前。饭岛敏久就住在这里。饭岛敏久虽然年逾古稀，但是看着却没有十分沧桑，和想象中独居海岛因风吹日晒而皮肤黢黑、缺衣少食、面黄肌瘦不一样。饭岛人虽然瘦，但是看着很健康，且面容平和，性情开朗大方，热情地招待每一位到访的客人，与他们喋喋不休地分享起自己的海岛生活。饭岛的家在几棵大树下，背靠着一个小山坡，他搭建了一个小棚屋。在棚屋不远处，则是饭岛的会客厅。只见这客厅幕天席地，面朝大海。餐桌是一个方形塑料桶，上搭着一块木板，
再加上2张塑料椅，旁边的塑料桶上还放着捡来的杯子和餐具。脚边则是范岛的厨房，几根树干和2根铁棒架起来的简易炉灶，上面还架着一个油锅和一个水壶。范岛称这里是他的王国，作为王必须承担起王的责任，所以无论是谁到访，范岛都会忙前忙后的准备吃食，生怕客人受到怠慢。但这里又不是城市，没有燃气，没有电，更别提什么肥美的鸡鸭、丰富的蔬果了。所以范岛招呼客人的吃食实打实的纯天然，走的就是山珍海味的路子。范岛准备的海味可不是简单的捕条鱼就完事了，他有自己的养殖池。在范岛家斜对面不远的海滩上，有一处较为低洼的浅滩，这里有许多的贝类。每当涨潮时，海水会带来很多贝类和浮游生物，贝类们在此居住，以浮游生物为食。久而久之，这片浅滩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潮间带生态系统。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被范岛笑纳，他时不时会来维修这个浅滩，将浅滩外围都用沙土砌一砌，让那些随水而来的鱼、虾、贝类都留在这片浅滩。在范岛的养殖池里，有一种在中国非常新的贝类，那就是砗磲贝。砗磲多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洋中，是一种大双壳软体动物，最大的能长到1米长，正常情况下能活80到100年。它们的外壳隆起来呈大波浪状，还带着一些棘刺。打开贝壳，里面的壳体有多种颜色和花纹。砗磲常被用来做装饰品、工艺品、首饰等。因为过度捕捞和栖息地的破坏，让砗磲成为了濒危动物。不少国家都将砗磲列入保护名录，中国就是其一。中国早在1989年就将库氏砗磲，也就是大砗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1年又将砗磲科其他8种都列入名录，属国家2级保护动物。可就是这么珍惜的砗磲，在日本可不是保护动物，甚至在不少餐厅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常常做成刺身食用。范岛经常去养殖池挑选砗磲作为晚餐，砗磲肉质鲜嫩美味，在日本餐厅身价不菲，所以有客到访，范岛都会提上一把刀，到养殖池里切开几个砗磲。范岛对取砗磲肉有着自己的一套经验。潮水退后，趁砗磲被没有闭合外壳，找到缝隙，将刀子伸进去，切下贝柱，这样砗磲自然就打开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将整块砗磲肉挖出。如果外壳闭合了，那么连刀子都伸不进去了，很难取到肉。范岛处理砗磲肉也十分简单，甚至洗都不会洗，放在一块被他称作砧板的木板上就开始处理。除去不能吃的内脏，将肉和贝柱切片就可以吃了。刚刚取出来的肉甚至不用蘸调料，味道极鲜。光吃砗磲刺身可不够意思，范岛还会准备一些小菜，比如油炸番杏叶。番杏是海滩常见的野草，喜热抗旱，有清热解毒、凉血利尿的功效。范岛家旁边的几棵树下长着很多番杏丛，范岛经常会摘一些来，裹上面糊就放进小油锅里油炸。炸出来的番杏叶外层酥脆，内里是清香嫩滑的叶片，吃起来非常爽口。有肉有菜了，还差点小酒，范岛也毫不吝啬地拿出自己的私藏，自己酿的龟壳烧酒。范岛在海边打捞起来的漂流物中有不少烧酒瓶子，凑够了酒后，他会去抓一只海龟，用它的壳泡烧酒。每次喝酒的时候，他还会拿出冬天采摘晒好的海藻片，加一些进酒里泡开，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吃饱喝足后，范岛才开始带着客人游历他的海边王国。第一站就是范岛的温馨小屋。范岛的住处在一棵大树下，旁边靠着一个岩壁。住处前的道路两旁堆放着一些杂物，几个塑料箱子和一些泡沫板。范岛的小棚屋就在大树和岩壁的夹缝处，用树木和捡来的铁架子搭成。棚屋顶上还有几块防水布，用绳子固定在两边，一边绑在岩壁凸起的石头上，一边则绑在大树上。范岛的住处不大，约有5平方米，但是里面的东西一应俱全。虽然屋子里的每样家具看似都是由垃圾堆起来的，但是范岛并没有让屋子显得特别凌乱。他区分了卧床区、客厅、
厨房、收纳区等等。左边卧床区是小床，用木头箱子搭起来，上面垫了棉被和席子，床头还落着几个箱子，看来是范岛平日的靠枕。右边则是小桌子和几条绳子拉起来的晾衣绳。小屋深处则堆放着不少泡沫箱子，这是范岛的衣柜，旁边则是厨房和地暖。外人看起来并不算太舒适的环境，范岛在这里一睡就是10几年。范岛对自己小屋的一切都如数家珍，在收纳区泡沫衣柜的旁边地上有不少范岛收集来的漂流物，这些瓶瓶罐罐都是调味料。除了有各种酒瓶，还有大小不一的塑料瓶子，塑料瓶子里装着油、醋、酱油、辣酱等等。除了有日本的，还有各种国外的牌子。范岛的调味料收藏中，甚至还有一个眼熟的塑料瓶，那就是中国海天的老抽王。瓶子里剩的调味料不多，但足够范岛一个人用了。范岛也不在乎这些调味料是否过期，吃起来味道不怪，那就是能吃的，可见范岛之豁达。除了这些调味料，范岛对自己棚屋顶上的大片防水布很是自豪。范岛说，在海边住经常会遇到台风，以前范岛每一次都会在台风来临之前用粗绳子扎好防水布，固定好在两边。虽然背靠岩壁和大树能有一些遮挡作用，但是屋顶的防水布经常会被风撕裂，他又得重新去收集。久而久之，范岛悟出一个道理，为什么要扎得那么牢固呢？于是范岛将靠近岩壁那边的防水布用粗绳子扎好，而另一边扎在树上的防水布则用细的绳子。当风吹断细绳子，防水布就会跑到岩壁那头，只要岩壁这头系得够紧就行，防水布就不会被风撕碎。台风过后，他再重新将布展开，系回到树这边，就还是完整的布。范岛悟出的道理很有意思，以前他和台风较量总想着赢，所以把绳子扎得很紧，但每次都会失败。既然台风不可战胜，那干脆就输给他吧，不是所有赢都能有好处，有时候输掉反而才能有好的结局。有着这样观念的范岛，在独居海岛时遇到很多糟心的事，他都想着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心态乐观豁达，才能够在这里坚持生活下去。范岛的海边王国不止于沙滩的住处，范岛一天之中活动的范围很大，要做的事情很多，和他一起走到更远的地方，才更能窥得海岛生活的全貌。所以范岛经常会带着访客边走边看，介绍自己的一天。范岛在早晨6点就会起床，他首先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打水。别看范岛住在海边，就认为这里不缺水资源，海水没有经过处理是不能作为生活用水使用的。所以范岛的生活用水来源于哪里呢？西表岛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小岛，相反西表岛上有不少山岳，古建岳是西表岛上最高的山，有470米高。岛上多降水，水渗入到地下后，杂质被土壤和岩石过滤，在层压的作用下，会从山中自然涌出，渗出水，形成了泉眼，于是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山泉水。这些淡水孕育着西表岛的生灵。范岛会在退潮之后，拿着好几个塑料瓶，来到海边一处大岩壁下，从岩石的凹坑的小溪中汲取泉水。但山泉水不是时时都有的，在枯水期，山泉水的流量变小，有时候甚至打不到1瓶。所以范岛一直有着储水的习惯，除了每天使用的水，他还会存上20瓶水，以备不时之需。在枯水期来临之前，则会储存更多。打好水之后，范岛就开始了每天的守株待兔，那就是海边捞漂流物。西表岛的南边是太平洋，随洋流而来的漂流物很多，这些漂流物是范岛构建王国的重要基础。漂流而来的虽然是垃圾，但对于范岛来说都是宝物。除了瓶瓶罐罐，范岛很期待大件物品的到来，比如泡沫箱子、木头箱子、金属架子、塑料板、钢板、木头板等等。就算这些都没有，如果能飘来一根大木头更好，这样也省得自己还得进山里去伐木。捞到大木头，范岛就会将它拖回自己的小屋，晾干后就拿来烧地暖。范岛的小屋24小时都得燃烧着木头，不仅是为了取暖，还因为海边有很多蚊子和虫，甚至有的时候
满地都是蝎子。生火烧木头会有烟雾，而蚊虫对烟雾很敏感，这样可以起到驱虫的作用。而烧剩的木灰也有大的用处。范岛会将木灰收集进桶里，提到他的菜园子，当做肥料埋进土里。沙地土壤本身的养分较少，有了木灰，范岛种下的幼苗都能够很快的生长。范岛的菜园子选址很不错，日照时间充足，20平的小菜地种了韭菜、桑叶、黄瓜、小番茄等10几种蔬果。忙完了这些，范岛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在没有访客的时候，独自一人的范岛最重要的娱乐活动，那就是弹吉他。范岛最喜欢弹奏的歌就是日本乐团南方群星的《亲爱的艾莉》，吉他和曲谱都是他带上岛的。范岛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列了他学会弹的歌。10来年的时间，范岛学会了弹113首歌，还要求自己1个月内就得会弹1首歌。每首歌他都会记录着练习的次数，看看自己要练多少遍才能会弹。范岛始终相信勤能补拙，再难学的曲子总有学会的一天。记录弹吉他的历程，也能让范岛珍惜光阴。他不能总在闲暇时睡觉，要利用好时间，多学一些东西。每天除了弹吉他之外，范岛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写明信片。有人可能会想，范岛不是一个可怜的孤寡老人吗？他无亲无故，又哀人属性大爆发，是一个不愿意社交的孤僻怪老头，所以才来海边居住吗？他写明信片是要寄给谁呢？这么想可就错了，范岛可一点都不孤僻。在日本，范岛认识了至少有上百位朋友，他每个月都会给他们寄明信片。范岛在上岛之前，曾经环日本骑行过好几年。他在骑行旅途上认识了不少朋友，彼此交换了联络的方式。当范岛上西表岛居住后，也没有忘记这些朋友。范岛有一本记录本，上面记录着什么时候给哪位朋友寄出了明信片，下一位要寄的朋友是谁。他每个月都会写很多明信片，在明信片上回忆自己和朋友认识的经过，讲述自己在西表岛的生活，询问朋友的近况等等。每10天，范岛会穿戴整齐，不再像往常那样独自一个人时光着膀子。等他整理好着装后，就会骑着自行车去到西表岛镇上的邮局寄出明信片，顺便拿回朋友们寄回给他的信件和包裹。朋友们的信极大地慰藉了范岛的内心，包裹里有衣服，有生活用品，有特产，满满都是朋友的爱意。范岛无以为报，也寄不出什么高档的回礼，只能多多给朋友写信，在信中鼓励和开导那些遇到困难的朋友，给困在钢筋水泥城市的朋友们讲西表岛有趣的事情。有时候他还会写一首小诗送给朋友，满满的幸福，不必强求，随处皆有。幸福其实很简单的，小的幸福也是幸福，可以是吃到好吃的东西，看到美丽的风景，这些都是幸福。范岛认为，幸福在西表岛上也随处皆有，它可以是耳畔吹来的海风，可以是海浪击打岸边的浪花，也可以是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海面。他这个自由的人，拥有着自由的心，站在自由的海岛上，享受着人生，这便是幸福。范岛除了笔友之外，能来拜访他的朋友也不少。不仅有西表岛上经营民宿的当地人会领着生活用品和食材来拜访他，范岛的朋友也会来西表岛上找他玩。来自兵库县的初中老师水田先生和来自崎玉县的加藤先生是范岛的好朋友，3个人的年龄加起来都200多岁了，但一碰面就像是变成了小孩。他们吹着海风，吃着范岛为他们准备的天然大餐。3人笑着闹着，讲述着近况。他们虽然都是古稀之年的老头，但都是老顽童。3个男人说干就干，给范岛的王国增添娱乐设施，又是给他在海边树下扎了一个秋千，又是编织了一张大网绑在树上做吊床，让范岛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着海边的风光。送走朋友之后，范岛又回归到了独自一人的状态，但朋友带来的喜悦足以让他回味好久，并生出更多的勇气和力量，继续在岛上更好的生活。很多来拜访他的访客无一例外的都会问范岛同样几个问题：岛的外面有舒适便利的生活，有这么多朋友，为什么还要一个人住在岛上呢？你的家人呢？他们不管你吗？大家本以为范岛会有难言之隐，不愿意告知，
或者听到一个悲惨凄凉的人生故事，但事实却相反。即使范岛向很多人说过太多遍自己的故事，但重新说起时，他丝毫没有不耐烦，反而是平和的侃侃而谈起来。范岛的原生家庭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1950年出生的范岛，上头还有一个哥哥。一家4口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范岛的父母离婚了。他和哥哥跟随母亲居住，但母亲在工作的情况下，还要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十分艰难。于是母亲将他和哥哥分别送到了亲戚家，只身去往更远的城市打工。寄人篱下的范岛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要让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不然主人家会不高兴的。于是他4点钟就起床为亲戚家开的报纸店送报纸，放学回来就包揽家里的家务。范岛每一天都期望着母亲能够来接他回去，一家3口能够在一起生活，但范岛却一直失望，直到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后，范岛进入机械厂当学徒，勤勤恳恳的学技术、上班，希望能赚到很多钱，买个大房子，将母亲和哥哥接来一起住。他就这么拼命干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19岁时，范岛看着身边的朋友出去旅游带回来的照片，很是羡慕。想想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都是在工作，外面的世界也没见识过，于是他决定要去外面看看世界。19岁的范岛请了长假，骑着一辆单车开始环日本骑行。一路上的风光让范岛的心胸开阔，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心中埋下了崇尚自由的种子。如果有一天能够不受世俗羁绊，自由自在的生活，那该多好啊！但现在的他并没有这个条件可以实现梦想，便只能回到现实。回到工厂继续上班的范岛，在不久后认识了一位女孩，2人相识相爱，步入婚姻殿堂，生下了4个女儿。妻子和女儿是范岛的全部，比起自由，他更想照顾好自己的小家。然而幸福的生活没过多久，范岛和妻子性格不合离婚了，4个女儿跟随着他生活。要养育4个女儿，范岛比当年的母亲更独木难支，但他说什么也不会将女儿送走，不能让女儿们经历自己曾经的人生。范岛换了工资更高的工作，他去到工厂做监工，白天上班，晚上去打零工，回到家还得做家务，辅导女儿们功课。向往自由的范岛被困在了枯燥的3.1线生活里，这一困就是20年。1998年，直到最小的女儿成年后，48岁的范岛回过神来，发现已然过了半生。看着照片里19岁的范岛和自行车骑行的自由快乐再次涌上心头，范岛不甘心这一辈子都是在工作，现在孩子也独立了，他终于可以放心追逐自己的梦想了。范岛辞掉了工作，背上行囊，骑上自行车，再次开启环日本骑行之旅。只不过这一次，他终于不受限制，可以有更多时间耐下心来，好好看这世界了。骑行了几年之后，范岛来到了西表岛，被西表岛迷住了。来来回回好多次之后，他决定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养老之地。女儿们一开始并不理解他，还试图带他回去，但看着为自己贡献大半辈子的父亲如此坚持，只能尊重父亲的愿望，平时多寄物品给父亲，时不时来看望他。到现在，范岛的海边王国更加壮大了。树下的棚屋多了一个2楼，他搭建了一个树屋，在树屋有一个不小的平台，有茶几有矮凳，往这一坐就可以从高处看到大海。范岛还在海边搭建了一座小木桥，从棚屋延伸到海滩上。桥头挂着他对音乐新的追求，几个盆盆碗碗是打击乐器。为了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健，他还用飘来的漂流物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健身房，有铁棒可以做引体向上，有吊环练手臂肌肉，有吊球可以练习拳击。范岛的身体素质远超同龄人。和朋友一起做的秋千和吊床被他改造得更大了，荡起来又舒服又快乐。范岛还用泡沫板和树枝自制了一个竹筏，可以在浅滩划着玩，捕鱼。范岛的一天虽然还是按着流程走，但他捡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还将不同漂流物按照类别堆放好，等到要使用的时候再去仓库取用制作。不仅如此，范岛的菜园子也变大了不少，他还聪明地用瓶子将菜渠围了起来，避免海水浸泡到土壤。
虽然范岛的海边王国的基础建设因为漂流变得愈发丰富完善，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问题也摆在了眼前。范岛之所以能捡到这么多的漂流物，说明海洋污染日益严重了。在西表岛北边，白令海下面是北太平洋，这里有一个太平洋垃圾带，聚集了大量漂流垃圾，尤其以塑料居多，范岛捡到的瓶瓶罐罐皆来自于此。漂流物主要来源于环太平洋国家，如中国、日本、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等沿海城市的垃圾废弃物，由北赤道暖流带到西表岛。海洋漂流物垃圾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和繁殖，同时也对人类的食物链造成了潜在风险。现在，各国正在通过立法、清理活动和国际合作来减少这一问题的影响，减少海洋污染，保护海洋环境的任务还任重道远。在外人的眼里，范岛也许是一个捡漂流垃圾来当生活用品使用的怪人，但范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这些漂流物发挥了最后的价值。谁又能说他不是在为保护海洋环境做着微薄贡献呢？得到家人的支持，选到了最好的养老地，时常能与朋友相聚，学到了很多技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范岛十分满意。即使在外人看来，这种抛家弃女独居行为十分荒诞，他也丝毫不在意。人生是他自己过的，前半生既然无法从心，那后半生一定要保持初心，过得自由。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爱捡废品生活的独居老人呢？你有去了解过他们的故事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他们的经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还请点赞、订阅和转发。你的鼓励是我们分享优质内容的最大动力。本期内容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